如果说在生化危机死亡岛中5位大佬齐聚的阵容，甚至连维吉尔见了都想跑，那么在系列初代中的人物同样也毫不逊色。不仅游戏本身开创了生存恐怖游戏这一类型，就连其中的主角也奠定了整个系列的明星阵容。那么今天狂魔就来给大家回顾这款丧尸游戏的鼻祖《生化危机1》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瑞贝卡和比利逃出了保护伞的干部培养所，在二人依依不舍的告别后，威斯克也以队长的身份将 Stars 的 A 小队引诱到了阿克雷山区，目的正是为了利用他们获取生物武器的实战数据。相比于只有瑞贝卡一人存活下来的 B 小队， A 小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，其中就有磕到队友欲仙欲死的克里斯和美到出水的吉尔，以及队友巴瑞、布莱德、约瑟夫3人。当他们到达坠毁地点后，只发现了死状凄惨的 B 小队飞行员。由于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约瑟夫很快就被变异猎犬咬死。见到这可怕的一幕，吉尔显得有点不知所措。好在克里斯及时出手，带着吉尔迅速逃离。就在小队疲于奔命的时候， A 队飞行员布莱德却驾驶直升机逃走。威斯克见状不由大喜，连忙招呼队友向着洋馆逃去。由于本作是双主角设定，但无论选哪个主角，整体流程也都差不多，所以我们这里就以吉尔的故事来展开。在他们逃进洋馆后，克里斯却不见了踪影。如今小队就只剩下了威斯克和吉尔还有巴瑞。本就想利用他们测试数据的威斯克，立马安排吉尔和巴瑞寻找克里斯，他自己就负责看守安全的大厅。二人也没有多想，立马开始行动。可就在吉尔前进的路上，他遇见了生化游戏史上第一只回眸的丧尸，而在丧尸脚下的便是先一步到达洋馆的 B 小队队员。见到这种情况，吉尔连忙前去找到了另一间小屋中的巴瑞，丧尸也紧跟在其身后。巴瑞没有丝毫惊慌，直接掏出了一把马格南左轮，连开3枪打倒了丧尸。二人回到大厅准备向威斯克汇报，但却发现威斯克不见了。看到队友一个接一个的失踪，巴瑞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，那就是分头寻找。而在接下来探索洋馆的过程中，吉尔只能独自一人面对可怕的丧尸，就连浴缸里都很有可能藏着一只等候多时的丧尸。为求自保，吉尔只能踩爆对方的脑袋，可始终还是他的第一次。他立马冲进厕所吐了起来。也正是在洋馆中的经历，让他在浣熊市面对丧尸爆发也能够冷静应对。洋馆中四处都是谜题和机关，吉尔需要不断的寻找线索，才能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。奈何经验不够丰富，吉尔险些死在了机关之中。幸运的是，巴瑞及时赶到，在最后一刻将其救下。当吉尔回过神以后，才知道巴瑞应该是前往了洋馆的另一边，然而他却意外的出现在了这里。面对吉尔的疑问，巴瑞的回答显得有点含糊不清，并且立马扯开了话题。之后二人再次各自行动。随后吉尔遇见了一位幸存下来的 B 队成员理查德，但理查德却被一只巨蛇咬伤。好在吉尔及时的找到了血清，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。本打算继续寻找其他队友，但那只巨蛇却突然之间扑了出来。理查德为了救下吉尔，最终还是被巨蛇一口吞入了腹中。有了准备，吉尔捡起理查德留下的霰弹枪，打跑了这条巨蛇。随后吉尔找齐了4个面具，成功的让上方的棺材掉了下来。在将其中的红色丧尸解决后，吉尔来到了洋馆的庭院中。然而就在庭院的小屋内，一个披着人皮、手上带有枷锁的怪物突然出现，并袭击了吉尔。面对这种怎么都打不死的怪物，吉尔只能赶紧逃跑。可就在途中，他却听到了门后威斯克和巴瑞的谈话。当他推开门后，威斯克已经离开，可巴瑞面对吉尔的质问，依旧选择闭口不谈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一开始逃跑的飞行员布莱德正在想办法联系洋馆中的队友，奈何通讯设备却在中途坏掉了。在接下来的路上，吉尔遇见了一位死去的 B 队队员福斯特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这位狙击手还在试图架枪掩护队友。吉尔甚至还遇见了之前吃掉队友的巨蛇，他也终于为队友报了仇。经过不断的探索，吉尔终于在洋馆的地下找到了身负重伤的 B 队队长恩里克。此时的恩里克已经知道了威斯克和保护伞的阴谋，正准备给吉尔娓娓道来，却没想到有人在暗中一枪结果了恩里克。见情况越加复杂，吉尔经过不断的解谜和战斗，终于找到了一个电梯。这时巴瑞再次出现，舔着个脸跑来蹭电梯。可当吉尔启动电梯以后，巴瑞却坐上电梯先一步离开了。没有办法，吉尔只能绕路，通过之前找到的2枚徽章，打开了洋馆内部通往地下的铁门。果然在这里遇见了巴瑞，见自己的小心思被看穿，巴瑞连忙举枪想要杀掉吉尔，但却被反手夺过了手枪。可还没等吉尔询问，那个披着人皮的怪物再一次出现在这里，想要将2人通通杀死。原来这个怪物名叫丽莎，她是这所洋馆设计师乔治的女儿。为了达到保护伞预期的效果，乔治将洋馆设计成了一所机关重重的大型密室。保护伞自然不会放过知道秘密的人，乔治最终死在了自己设计的洋馆中，而他的妻女也被保护伞当成了实验对象，妻子也在随后死在了实验中。但女儿丽莎却成功的融合了病毒并活了下来，这也导致她失去了理智，心中唯一的执念也就只剩下了自己的母亲。回到吉尔这边，面对已经变成怪物的丽莎，他和巴瑞只能暂时合作，通过推倒4周的巨石，成功打开了位于中心的石棺，而石棺中正是丽莎母亲的尸骸。见到这一幕的丽莎心中万念俱灰，她捧起了母亲的头骨，毅然决然地跳进了深渊之中。保护伞公司的罪行实在不可饶恕。吉尔没有过多质问巴瑞，在随后打开了水池中的机关，下方正是保护伞的阿克雷研究所。意外的是，吉尔在这里发现了一封保护伞研究员写给艾达王的情书，信中的内容可以说是字字都充满了爱意。研究员甚至还将账号和密码设置成了他和艾达的名字。通过账号密码，吉尔打开了研究所内部的大门，并在这里的影像中
中，发现威斯克正是生物武器开发人员之一。就在吉尔准备进入实验室的时候，巴瑞再次出现。吉尔像是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，他们就那样再次结伴而行。当他们到达实验室后，却发现威斯克出现在了这里。巴瑞也将手中的武器对准了吉尔。原来是威斯克绑架了巴瑞的妻女，目的就是为了让巴瑞协助他获取生物武器的战斗数据。见吉尔已经死到临头，威斯克索性也就说出了真相。原来他不仅靠着保护伞的资源成为了 Stars 小队的队长，看似是为了替保护伞做事，实际上在 T 病毒泄露之后不久，他就已经转而投靠了保护伞的敌对公司。说着，他炫耀似的看向了培养皿中的新一代 T002 型暴君。这种暴君不仅能够保持理智，还拥有强大的战斗力。见时机成熟，威斯克便准备杀掉吉尔。巴瑞却在这个时候良心发现，连开2枪救下了吉尔。可还没等巴瑞解释2句，威斯克立马释放了暴君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暴君直接从培养皿中走了出来。威斯克见状，立马开始嘲讽起了他们，但也因此吸引了暴君的注意。暴君直接打飞了威斯克，又再次打晕了巴瑞，只剩下了吉尔独自应对暴君。经过一路的战斗，吉尔早已镇定自若，他几枪就撂倒了暴君，接着赶紧叫醒了昏迷的巴瑞。但之前被打晕的威斯克也不见了踪影，二人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因为威斯克在逃走后立马启动了自毁程序。他们四处寻找出路，在逃跑的路上，吉尔打开了一个房间，意外找到了迷路1晚上的克里斯。没有时间解释，三人立马向着设施外逃去。万幸的是，飞行员布莱德也和他们取得了联系。当他们乘坐电梯来到外面后，暴君却再一次杀了出来，一巴掌掀飞了还没搞清楚状况的克里斯。眼见他们都将死在暴君的手里，飞行员及时赶到，为他们空投了一把祖传火箭筒。趁这个机会，吉尔赶紧拿上火箭筒并扣动了扳机。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中，暴君被炸得4分5裂，他们终于得以乘坐直升机离开了这里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吉尔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克里斯的肩上，一晚上可怕的经历也终于能够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但接下来迎接吉尔的将会是浣熊市更为恐怖的场景，生化危机系列的故事正式拉开帷幕。我是秋片狂魔，咱们下期再见。